赵露思生日那天，让很多女人落泪，这是大多数人一生都无法完成的事情。22岁的赵露思刚刚过生日，但是我想为赵露思庆祝即将到来的24年。在她的生日那天，很多女孩都因为只有少数人一生才能完成的事情而哭泣。赵露思就是如此，她独特的奶裤风格的甜美羊毛铺出了她年轻的外表，她搭配凉爽的黑色羊毛，看起来清爽成熟。她今年22岁，由于元素的组合，她看起来很棒。她一出现，就以她的美貌惊艳了观众。然而，她的优雅在她实现的那一刻就消失了。5个脚趾设计的鞋子，通过电影的镜头展现了她个性的力量。谣言表明她受到了伤害，但她的微笑表明并非如此。事实上，她通过表明她的满足来背叛她的勇敢。因此，人们认为她是一个鬼女孩，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她不受八卦影响的想法。没有任何惊艳的颜值，这个自拍角度让人无法忍受。尽管如此，赵露思却是无所畏惧，依旧惊艳。娃娃年轻的脸颊和蓝色的裙子增强了娃娃的年轻外观，前者赋予后者一种难以抗拒的纯真气息。一个有钱的女孩知道她的生日庆祝活动需要仔细计划，当天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她的慷慨和爱心。一堆蛋糕前，赵露思身着布娃娃裙美美地坐着。为了获得尽可能好的照片，拍照时不要透过镜头看，这很容易通过穿着比任何其他裙子更白、更上镜的彩色裙子来实现。自然而然，赵露思的五官在末端系上发带的时候显得精致小巧，她的头饰与她的褶边礼服相得益彰，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此外，这张照片中的露丝看起来很瘦，玉树临风精致的脸庞掩盖了所谓女演员的肉欲和肥胖的说法。没有证据表明她精致的五官会引起任何看脸的感觉，而且似乎不太可能。如果你生活中拥有这个身材，你会找到合适的衣架吗？她是一个精致的小公主，小心翼翼地握在手里。她具有鲜明的特点，使她成为制作专辑的理想人选。对于她的最后一次亮相，她需要摆脱这种风格。荷叶边裙子和白衬衫在她的厚框眼镜旁边出现时变成了可笑的模仿。不管她的形象如何，她的一举一动都应该表现出自信和慷慨。比起其他的媒体饰品，这个女孩的大字领清新度超过了所有人。很多人都选择穿上妖艳的衣服，但是把这个女孩子穿在身上，让大家又觉得自己像个孩子了。很容易看出人们只是看着她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很有趣。鲜媚的美貌无与伦比，与性无关，连顶配也多亏了少女心，变成了浪漫甜美的风格。她自信的笑容和淡淡的妆容让人眼前一亮。最近关于赵露思的讨论很多，她几乎打破了任何娱乐行业中大多数名人的记录，5天的多次搜索超过10次。工作室称黑粉故意拼图陷害赵露思，她在几秒钟内删除了镜头，但在曝光后她拒绝承认。不管赵露思怎么解释自己，人们都只相信证据，相信她造成了伤害。除此之外，人们还骂她喝绿茶，因为她的解释影响了她的人气。赵露思因此被人嫌弃，还因为她的罪行被揭发而骂她无能为力。本来赵露思的22岁生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当她发布庆祝活动的照片时，她的同事并没有笑着祝福她，而是给了她一顿美餐。这个恶作剧是人们在经历网络骚扰后保持安静时发生的社会讽刺的一个例子。相比之下，赵露思很快就大肆庆祝自己的生日，并以她厚颜无耻的行为震惊了所有人。对于赵露思过生日，网友强烈反对，他们对她在拍照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表示不屑。他们还发现她蛋糕上的4个字拼出了邪恶这个词，味道很差。尽管如此，赵露思还是能在所有的批评中保持微笑，笑出声来。人们取笑这个女孩，因为她的蛋糕上写着可柔可洒。他们相信赵露思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她获得了非凡的信心。然而
当考虑到他们认为自己有多聪明时，他们会感到暴露和卑鄙。在他们的心目中，路人都是狡猾、阳刚的女人，没有偶像支持。杨洋最美的就是记忆。杨洋作为偶像的实力让人印象深刻，很多人都认识他。他的作品很多，但是相信大家都知道，杨洋最近出演了硬汉角色，特别是《战争荣耀》。看过这部剧的人都会立刻认出这一点。在这部剧中，杨幂一改昔日青春偶像的形象，去掉了男神发型，穿上了早已失传的军装，去掉了暴君的西装。杨洋是一位军事艺术家，他亲眼目睹了军事艺术和特种部队士兵之间的差异。他所学到的东西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他，他甚至希望再次穿上军装。然而，这么多年穿上它，就像是希望得到一些已经无法实现的东西。或许对杨洋来说，真正的挑战是重新审视学校生活。他自然会想回到学生时代。学校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时光，我想回学校看看，因为看到穿着军装的杨洋，让我想起了那个晚上。看过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的人都知道，他在片中饰演男主夜华。这部电影是关于3个世界和3个生命的。在这部剧中，他与魔族战斗时，他的硬汉形象一闪而过。虽然这部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率领的天庭大军却是剧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的生命打败了最后的敌人。他在电影《一颦一笑》中饰演萧奈一角，便具备了军人的气质。这部剧围绕着学校之神萧奈和他的公司展开。很多女生因为萧奈喜欢这部剧，她们认为他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老板。当有人给他一个来自另一个家庭的孩子时，主角可能会显得傲慢。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自大过。我认为他是近代史上最霸道的恋人之一。他对心上人温柔体贴，可以说是最有贾宝玉式的男人。我其实很喜欢这个，但是以贾宝玉为前提，我无法想象他是我故事的主角。看过《红楼梦》的人都可以看出贾宝玉的女性气质。作为一个小男孩，他体现了埋在瓦砾中的灵魂，那会毁了他的形象。贾宝玉也是演员，他与电子竞技大师杨洋一起在电影中扮演角色。此外，许多人都认可他与许多其他演员一起在电影中扮演角色。杨洋在《全职高手》中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同时扮演叶修和弟弟叶秋，完美无缺。然而，杨洋真的会打游戏吗？杨洋通过解释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类型来展示他对演艺事业的奉献精神。成功的职业需要多种不同形式的创造力，我们需要跳出我们的特定领域，并了解人们不能被困在一个地方。我很佩服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中的许多人能够真正理解人们需要突破自己的飞地。愿那些在娱乐圈努力的艺人能坚持自己的观点，通过横向成长创造艺术，这将使他们能够将好作品带给喜欢他们的朋友。